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当娱乐圈乱象频出，赵丽颖宛如一股清流，她身上那些出人意料的举动，背后原因是什么？2026年开年，娱乐圈比往年更乱。直播之中，网红哭诉顶流出轨之事。与此同时，明星工作室赶忙发布声明，热搜不断涌现，一条紧接着一条，且每一条都比前一条更具爆炸性。舆论场整个呈现特别喧闹、混杂状态时，有人于热搜之上察觉到了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赵丽颖。不是因为绯闻，是因为一部剧。她不是天生的女主角，很多人现在叫她赵姐，觉得这2个字理所当然。然后，在2006年以前，赵丽颖仅仅是河北廊坊那一个普普通通家庭的女孩子，祖辈全都是农民，父亲是派出所的民警，母亲在百货商店售卖物品，家里没有任何演艺资源，甚至连相关的人脉都没有。廊坊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的空乘专业，她在此就读，学历还是中专。毕业以后，由于家里资金匮乏，无法支持她去考空姐，所以只能在周边找了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是在管道防腐公司做销售。这条路跟娱乐圈没有半点关系。改变出现于2006年5月这个时段。那时，雅虎跟浙江卫视以及华谊兄弟共同举办了一场角逐比赛，其名为雅虎搜星。赵丽颖以抱着一种试一试的这样的心态去报了名，最终拿下了冯小刚组冠军所对应的称呼。随后出演了由冯小刚为之执导的有着1000万广告规模的大片贵族片，接着被华谊兄弟给签了下来，从而正式踏入到了说的这个圈子里，有了相应活动范围。进圈容易，站稳难。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面，她近乎一直都在饰演配角，在《金婚》里饰演小女儿，在《新红楼梦》里饰演小邢岫烟，在《锁清秋》里饰演安以轩的丫鬟，跑了7年龙套，换了几家公司，演了无数没人记住名字的角色。那段时间，她没有爆款，没有大热作品，连绯闻都稀少到可怜。在那个年代，没有流量就等于没有存在感。2013年出现了转折，古装职场剧《陆贞传奇》开播，赵丽颖首次担任剧集绝对女主，所演的是一位从宫廷最底层逐步攀爬上去的女官。这部剧播出后，她凭借此剧在当年斩获了多个内地最受欢迎女演员奖。陆贞这个角色，使得众多人首次记住了赵丽颖这3个字。紧接着，2015年《花千骨》开播，竟然没有任何人能够预先想到这部剧最终会火爆到何种程度。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首部网络播放总量成功突破200亿的电视剧。赵丽颖瞬间从仅仅是比较不错的演员，蜕变成为了顶级流量明星。其粉丝群体急剧增加，众多代言主动找上门来，媒体也开始以大女主来对她进行定义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那个时段，大女主并非是什么带有褒义性质的词汇，甚至于一度被用于讥讽她唱戏的路子太过单一。但她没停，继续往前走。她官宣结婚的方式，让官宣变成了热词。2018年之前，赵丽颖的感情状态一直是个谜。她并非不存在绯闻，然而每回绯闻出现之时，涉及的双方当事人要么选择沉默，要么进行否认，从来都未曾以正面的方式去应对过。外界能够确定的仅仅只有一件事情，她极其拼命。1年当中有300多天都置身于剧组当中，几乎不存在谈恋爱的时间。2016年，她会同冯绍峰参与了电影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的合作，两人游戏滋生出情感，然而消息始终未曾进行正式的公开。在2017年的时候，两人又一次进行搭档，
共同合作了电视剧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。在这部剧当中，他们饰演的是夫妻，荧幕之上所呈现出的甜蜜给予了外界极大的想象空间。然而两人依旧没有对任何事情予以承认。之后，在2018年10月16日，赵丽颖31岁生日之际，状况发生了，事情被曝光了。早晨10:07几分，冯绍峰于微博之上晒出结婚证，赵丽颖差不多与此同时进行转发，配上了相同的文案。两人既不做出解释，也不进行铺垫，直接将结婚证晒出。仅仅这样一个举动，官宣刹那间变为全网热词，微博搜索页面当日径直崩溃。消息被发出去的那几个小时，这两个名字差不多占据了热搜的每一处位置。要留意公布的时间，那时间是10:07分。冯绍峰的生日是10月7日。这个细节究竟是特意这样做的，还是属于巧合呢？并没有人能够讲得明白清楚。然而却被许许多多的网友拿去再三的进行分析研究，认为实在是太费心思了。2019年1月1日，冯绍峰发布内容声称赵丽颖怀有身孕。他所采用的是用知否台词改编而成的句式，再次将热搜进行了一番搅动。同年3月8日，孩子出生，是个男孩，小名想想。从宣布结婚开始，到孩子降临人世，这一整件事情的进展速度快得超乎想象，快到外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出反应。有的人满心欢喜，有的人认为这段婚姻来得太过突然，还有人已然开始将两人放在一起进行剖析，探究是否合适。但那个时候，争议只是热闹，还没有翻出什么大浪。结婚3年，然后分了。有些婚姻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2021年4月23日，在早上10点整这个时刻，赵丽颖工作室以及冯绍峰工作室同时在微博发布内容，声称两人已经做出决定，以和平方式分手，进而结束婚姻关系，并且在近日已经办理了相关手续，在未来会共同抚养陪伴孩子成长。就这样，3年不到的婚姻，一个声明结束了。冯绍峰过后于个人微博添补了一句话，仅有12个字，是日子很长，过去很好，愿未来更好，还了赵丽颖。对他们这般突然结婚又突然离婚的情况，外界所做出的反应可要比他们本人激烈许多呢。那句话于当日在林林总总的评论区当中来来回回的传播着，有的人满怀惋惜之情，有的人表现出震惊之态，有的人认为自己早就察觉到有异常之处了。在声明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离婚缘由是，由于工作方面致使相聚的时间少，且分离的时间特别多，所以才做出了选择，从而重新回归到朋友的那种关系状态，既没有互撕，没有甩锅，也没有各自放出什么话来争夺舆论同情。这在娱乐圈里已经算体面到异乎寻常了。在当时，两个人的名下分别有着多家公司，从财务方面来看，从商业角度而言，进行分家这件事是极为错综复杂的。可是媒体经过追踪之后，察觉到，在两人正式完成离婚这件事之前，有关商业方面的关联关系就已然基本上清理处置好了，不存在任何剩下的公开的争议情况。在办理离婚手续之后，这两人未曾出现互相抹黑的情况，也没有暴露出任何内在的矛盾之处。偶然间被镜头捕捉到一起带着孩子去用餐，进而又被网友拿去剖析是不是准备复合了。赵丽颖对此一律沉默，她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拍戏。离婚的那一年，她已经在准备《幸福到万家》，那里存在着一部剧集，此剧集讲述的是身处城乡夹缝内的农村女性，她们经历着挣扎、
而后实现成长。赵丽颖于其中所做的饰演，那个角色被称作和幸福。将其与她那些早年时的傻白甜角色予以比较，简直是截然不同，仿若两人一般。2022之请幸福到万家播烟，综合收视达1.463，获当年卫视联播之年冠。优酷近3年现代剧播放量最高者，亦为此剧也。同龄年间，《风吹半夏》开始上线播放。赵丽颖于这部剧集当中饰演90年代的专门从事钢铁行业的女商人许半夏。她是一位手腕强硬的女人，她是一位精于算计的女人，她是一位在男人群体里奋力拼搏脱颖而出的女人。那个时候，好多人看过之后讲，她去演绎这个角色，全然不似处于表演状态，更仿若一位切实历经社会磨练之人，再重新演绎某一段历程。那个当口，不少人看完之后称，他塑造这个角色根本不像是存有表演意味，仿佛是一名确确实实历经世事磨砺的人，在再度演绎某一段过往。因《风吹半夏》这部作品，她成功获得了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。多年来在陪着参加白玉兰奖评选却未获奖的这段经历，至此彻底结束了，画上了句号。那一回，在同样的一个年份之中，她于5大卫视里头的4大卫视之上，达成了年冠军或者年亚军的成绩表现。身为一名女演员，在1年时间之内达成这样的情形，处于国内范围而言，属于极其少数的情况。她却做到了。2026年，她又回来了。这2年，娱乐圈存在一种尽显突出的情况，那就是顶流垮台的行径愈发迅速。一旦出现状况，舆论将人吞没的程度同样越发快速。在这个背景下，赵丽颖近2年的选择显得格外另类。2025年，她几乎消失了。年初的时候将在人间予以播出，然而在整个宣传的期间，绯闻所产生的声音把剧作为本身所具有的声音给掩盖了过去，反而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太大的水花。此后她大体上离开了公众的视线范围，大型盛会之中出现缺席状况，在行业的颁奖相关活动里也瞧不见她的身影了。偶然会有人拍到她，是她独自走在街道上，脸上戴着口罩，穿着风格低调，帽子将头部压得相当低，她具备充足的防范意识，然而却并没有特意去躲避，呈现出的就是如同普通大众走路时的模样。在一场直播当中，她给讲过，人生所具备的价值可不单单只是存在于工作方面，陪伴一家人同样是很具意义的。他这个话语于那时并没有激起特别大的反响，然而对照后来的种种情形，有好多人认为他那时所讲的是郑重其事的。到2025年的时候，他带着儿子叫做想想前往超市，而后又到公园。在等待他放学之后，日子呈现出安静的状态，不刷存在感，不接综艺，不炒话题，就是一个普通妈妈的日常。在同年的12月，她凭借友情客串的这种身份，出现在了一部奇幻剧《逍遥当》中，还饰演了古装反派岁梦仙君，并亮相仅仅1集，却直接把相关话题推上了热搜。久违的露面，观众反应热烈的像是积压了很久的情绪一起涌出来。那个时候，很多人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多久没见到赵丽颖了。然后2026年1月10日，小城大事开播。这部剧有着这样的底色，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它依据朱晓军的报告文学《中国农民城》进行改编，讲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有一群基层干部在不存在国家拨款的情形之下，凭借着集资以及合伙的方式，在荒凉的滩涂上硬是建起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过程。在剧里演的那个人是赵丽颖，她叫李秋萍，
是一位基层女干部。她剪着短发，呈现几乎素颜的状态，这样跟她之前所表演过的所有角色都存在着不同。剧播出后，开播仅15分钟时，该时段登上了全国所有频道收视排名第1位。1月整个月期间，这部剧获取了电视剧热度榜冠军奖杯，播放量冲破6亿，变成了2026年开年最具代表性的现实题材作品。剧里，黄晓明饰演基层书记，赵丽颖饰演副镇长。从第1集起，他俩就开始互相对。黄晓明嫌赵丽颖是小男人，赵丽颖嫌黄晓明是小女人。此情景把观众逗得开怀不已。但是，随着剧情持续往前发展，两个人于荒滩之上推进建设的相关戏份逐渐占据主要地位。那原本的笑声也渐渐地演变成了其他的事物。很多人看完说，这部剧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父母那辈人拼命的模样。2026年2月，欧洲世界电影节全球观众评选出最喜爱的演员的相关情况公示结束。赵丽颖在所得出结果范畴内，于女演员排名中处于第6名上，是国内女明星群体里唯一上榜的一位。这份名单当中，其余人员大体上都是各国能够叫得出名字的比较知名的明星。此排名出自全球观众进行的投票，不存在虚假成分。外界一直在讨论赵丽颖为什么能赢，有的人讲是鉴于她挑选剧本的眼光具备出众优良性，有的人称是由于她有着堪称优渥运气的命数，有的人说那是源于她自身拥有十足高强度拼搏劲头。这些说法都对，但好像都只答了一半。或许藏在如今他这么多年所做之事当中的，才是真正的答案。绯闻出现之时，他选择不予以回应；婚姻走向终结之际，他并未进行激烈争吵；舆论达到喧嚣顶点之时，他依旧持续投入拍戏工作。他从来没有花太多时间解释自己，只是一直往前走。2026年3月，娱乐圈情况依旧热闹非凡。热搜之上持续存在着数不尽的爆料以及反转内容，有人于直播当中哭诉，更有人发布声明，还有人那些黑料被一批接着一批的翻找了出来呢。热闹之中，赵丽颖之名悄然现身于另一栏，并非因他人爆出内容，而是源于一部剧集、一个奖项、一个角色。他最令人意外的地方，就是他从来没有试图去令人意外，只是走自己的路，然后时间替他证明了一切。